好多男人是一点都不会相亲啊！你看看咨询我那些问题，让我如何回答呀？有一位男士啊，听说相亲要给见面礼，于是批发了10条金项链啊，见一位送一位。4年过去，至今包里还有2条，问我都送了礼了，为什么人家不跟他处对象啊？还有一位男士，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啊，对方吊着他2年多了，和别人结了婚，就产生了报复心理，跟我沟通啊，女方他娘呢也是单身啊，怎样才能追到手？我痛不痛苦啊？还有个男士条件很差，没车没房，为了撑面子呀，租了一辆保时捷去相亲啊。这女方呢特别热情啊，看上保时捷了，现在面子下不来了，问我怎样快速才能得到一辆保时捷。妈呀，这个王八看了都得心疼我呀，这么不会相亲的吗？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说说相亲的一些潜规则，这些啊你得懂。这个相亲啊，一定是要从门当户对开始，势均力敌，互相吸引才是最好的爱情。阶级差距太大呀，两人之间的爱情啊很容易被利用。女人相亲呢一定要趁早啊，因为到了27岁，你就会发现身边啊你能看上的人越来越少，而到了35岁，能看上你的人呢也会越来越少。不要每次啊相完亲就去问对方态度啊，你有没有看上我呀？咋地还能立马爱上你吗？他的态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热脸贴上冷屁股，不难受吗？如果你看不到对方态度是啥样的，这事啊基本就黄了。女人单纯想靠年龄和美貌啊，不会长久。在某些男人的眼里啊，这只是一项不断贬值的资产，他们会认为最划算的投资方式啊是租赁。所以你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经济价值。这相亲的时候啊，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啊，那是一步步升级来的。不要说一些越级的话，表现出越过你们现有关系的关心。哎呀妈呀，我见过一见面就拿花表白的啊，还有长篇大论说自己如何一见钟情的爱上了他。他傻还是你傻？另外，这聊天呢也要懂得去升级，能视频啊不语音，能语音呢不文字。这文字啊是最没有感情的。当你们无话可说的时候啊，这事啊它基本就凉了。不要认为呢你可以搞定一个高傲的人啊，高傲大多数摆给那些啊自己不喜欢的人看的，那自己喜欢的呀瞬间变成啊乖巧的小绵羊啊。闲的没事就可以审视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感觉自己有点舔狗的味道了啊，那就先冷落对方几天，再决定啊要不要去追。此时呢，这段关系啊，它已经变质了。追求的时候，自己的位置摆得越低啊，他越没有机会。尽量维持啊平衡的原则。对方呢是在找另一半，而不是在找舔狗。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择偶要求始终如一啊，就是年轻漂亮。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择偶要求是慢慢变化的。那最开始啊是长相啊，后面呢是会向情绪价值倾斜，最后呢是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然后追求啊品质和稳定的生活。谈恋爱呢才会讲究情绪价值，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益结合。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先提高自己，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远比把时间啊浪费在对方身上，哄他逗他开心更有用，更划算。咱们啊追不上就换一个，别当备胎，这备胎的命运可是很凄惨的。就算有那么几个幸运的备胎转正了，对方也只是啊没得选了，将就而已。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不要对爱情期待的抱有太高了，尤其是相亲啊，简陋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校园，步入社会之后啊，基本不可能存在的。恋爱知识懂得太多呢，也只是帮助你能搞定啊阶层相差不大的对象。想要追求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人啊，还得提升啊自己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相亲你要学会撩，而不是去追。追呢，则是小心翼翼的去照顾对方情绪，讨好他。撩呢，则表现为随心所欲啊，大概呢就是只对你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己的高价值，从而达到吸引你的目的。以上内容呢，大家呢得谨记。我现在要去回答那些奇形怪状的问题了啊，有问题你可以给我留言试试啊，反正奇怪的我就笑笑，我就是不答。相亲啊，你得识物者为俊杰。这聪明点的人啊，他都会很幸福；不聪明者后果自负。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呢，气得那吃自己的王八们啊，都撂挑子不干了呀。她今年30岁，身材匀称啊，这个颜值打6分，本科学历，在私企做策划的，父母都是农村的，有一个弟弟。她来找对象，想找一个工作体面、年收入30万以上、有车有房的。我忙活了一上午，给她介绍了好几位。这第一位男士呢是大专学历啊，自己开房产中介。这个大高个还很帅啊，比他小1岁，年收入啊在30个左右。他说不行，学历太低，工作也不稳定。我给他介绍了第二位，比他大了4岁，硕士学历，公务员，年收入在8万左右，有车有房啊，父母都是老师，就是这个个子不高，165左右，
因为确实有短板嘛，个子不高不好找对象，但整体条件确实优秀。人这姑娘一听啊，不行，年龄太大，个子太矮，出门让人看了笑话。哎呀，听完我是真头疼了呀！你搁这儿买东西呢，货比三家，人条件要是都让你满意了，家里边还富得漏油，那人家找你干嘛来了？人家这条件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吧？但多看你一眼都得上那眼科医院里去矫正斜视，好吧？这姑娘呢，又哄又撒娇的让我再帮忙推个。我呢又给她找了一个同岁的事业单位上班，父母都是公务员，小伙长得很帅，这姑娘一眼就看中了呀。结果呀，联系人家男方之后啊，人就回复了一句啊，女方家庭条件太差了，不考虑。就这么一句话呀，这姑娘愣是把这个男士给数落了半个点，就是一副我看上你了，你凭什么看不上我？数落完问我呀，他凭什么嫌弃我家条件差呀？这问题问的呀，我也是无语啊。我家要是这条件啊，我都嫌弃我自己，那别人凭什么不嫌弃我？结婚不是共同进步，起码也是搭伙过日子吧？人家条件也不差，干嘛要找个拖后腿的？这姑娘听了不愿意啊，说男人比女人多了3000多万，好多男人都找不着老婆，怎么还挑女人条件呢？听完我说人这3000万呢都在农村呢，你去不去啊？他说不去，我要看家庭条件的。哎呀，就因为男方嫌弃他家条件差这事啊，和我愣是叨叨半个多点，最后我是委婉拒绝把他送走了。家庭条件差的女孩，你要是进入相亲市场，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千万别想着哪个条件好的男人和你结婚呢，不会看你的家庭条件。谈恋爱可能不会在意家庭条件，但是结婚会，毕竟条件好的男人，人家也不是慈善机构啊，谁结婚都希望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吧。穷女孩想要嫁得好，一定要付出更多，你需要有足够利他的属性，比如说性价值，你年轻漂亮身材好；经济价值，你足够优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要么你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体谅关心理解他人，让人和你相处的开心舒服啊。相反，你啥也不提供还闹脾气，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相亲大家都是权衡利弊之后才决定要不要和对方相处的，这过程它本就合理合法，你难受别人怎么嫌弃你，那你自己就找个犄角旮旯里哭去，别抱怨。你这还没开始找对象呢，就拿一些客观存在无法修正的毛病挑事儿，就这个人品，要处对象的话后面都是坑，鸡蛋里边挑化石是找茬，你真是挺伤肾的啊。最后呢，给大家放个教育片啊，找对象别贪，不然你啥都捞不着。上个月给一位大姑娘和小伙子介绍相亲啊，两人刚见面呢，互相感觉都还不错。小伙子觉着呀，这姑娘很合眼缘啊，姑娘也觉得小伙子是年收入很可观。于是两人见面之后啊，就开始聊天，互相问候嘛。小伙子很是积极啊，嘘寒问暖，这各种礼物红包啊一应俱全啊，就差摘天上的星星了。女方呢倒也回应，但基本上男士找才回复，从来也不主动问候，就这态度啊。哎呀，人家男士啊是绝对不影响的做舔狗的心啊，一有空就去给姑娘当司机，一到周末吃喝玩乐加导游啊，一条龙服务安排上。半个月之后啊，这个男士的妈妈呢主动请这个姑娘吃饭，并送了一套化妆品，价值2000左右，姑娘呢也收了。之后这几天呀，男士依然对这个姑娘是嘘寒问暖，人姑娘呢也依然是有问才有回，不问不回的态度。慢慢的，男士啊就主动聊天呢越来越少，最后直接啊就不发信息了。这姑娘觉得很奇怪呀，就发信息问男士啊，怎么最近也不追他了，也不联系他了？男士过了好久啊，才回信息说呀，我相亲认识了其他的姑娘，对不起啊，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好，于是这姑娘是气势汹汹的跑我面前呀，把男士是从头到尾啊，那是祖宗18代啊都给问候了一遍。大意就是啊，男士是个渣男，正在追求她的时候又认识了别人，不负责任。
我听的是云里雾里啊，给男士打个电话。男士说呢，他对女方一直都很热情，也很喜欢，家里人呢也很看好他，但是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热情呢，也不积极的去处理关系，他觉得很累，慢慢的就不想联系了。男士以为不联系了就是断了关系，谁知姑娘又来问他，他才说了自己已经相亲了。挂了电话，我问这姑娘，你到底是喜不喜欢这个男士？她说感觉还行谈不上喜欢，需要考察一段时间。既然你愿意认识，怎么就不积极一点呢？他说这谈恋爱本来就是男人追女人，何况我也没有很喜欢他呀，我对他好不是显得我自己太廉价了吗？这观点真的听的是无法忍受你搁相亲市场上装啥仙女下凡呢？相亲都是要双方积极表达这个交往诚意的，人家积极主动了那么长时间，甚至还安排长辈和你一起吃饭，给你那么贵的礼物，你表达过什么诚意呢？他说我都接受了呀，他和我聊天我也回复，他请我吃饭我也同意，他送我东西呢我也收了呀，我这个也是积极回应了。听得我血压蹭蹭蹭的上到180呀。人家只是和你相亲，他不是你男朋友，没有义务得一生一世的追求你吧？你但凡在他请你吃饭的时候假装抢着买下单，或者回点小礼物，他回家之后问问他到家了没有，平常主动关心一下关系也不至于发展成这样。这也算是本事人家那些装成卖茶女的抠脚大汉都比你有女人味这姑娘听了也很委屈说他凭什么和我相亲的时候又要认识别人哎呀，听得我那是气不打一处来这有些人毒鸡汤喝多了，这毒血攻心，拎不清现实了。你都进了相亲市场上了，还得做着那四海之内皆我霸，都得宠着你的塑料公主梦呢。相亲都是有目的性的，忙的时候呢，一个女人呢能够见2到3个男的，这是常规操作。一个男的一天见2、3个女的呢，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男女双方就开始在自己这几天见的这帮人里面互相挑选。今天我约你，明天我约他，后天他约我，这个就是相亲。相亲好几个都是渣男的话，那你太埋汰渣男了，啥时候门槛这么低了？相亲遇到合适的喜欢的就要主动积极去给些回应，给你发条信息好几天不带回的死了吗？这活着就主动给回个信息，不合适就拒绝。网上霸道总裁的爽文看多了，一副只享受不付出的样子。别忘了现实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人情世故，就像你花钱送礼求人办事是一样，你收了礼，你总得帮我把事儿办成了吧？不能办咱就甭收。成年人恋爱很难做到付出不求回报的，最可怕的是莫过于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和一个不懂装懂的人谈恋爱，利用性别优势去消费另一方的。奉劝这个不行，下一个更好，别被那么吊着，走。